美国早就已经预警说，未来在中东它要遇到的问题未必只是弹道飞弹而已，可能它要遇到的是更多的这个无人机。那现在是不是已经变成一种不对称的战争呢？是啊，为什么这一场战争其实也等于就是俄乌战争的一个遗绪，也就是当时不注重俄乌战争战场的一个形态的改变的国家，现在就在吃大亏，那个就是美国。现场又如何看这一次这个伊朗它的攻势呢？因为我们刚刚说了嘛，它打到美军基地，打到了驻外使馆，打到了以色列各个城市等等。如果我们来看纳坦雅胡的在咖啡厅的那张照片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一件事情，那也就是它是后面有一个看板是用希伯来文写的，因为我们大家对于希伯来文都不太了解，可是就有网友把所有希伯来文的字母排在旁边，发现那些字不是希伯来文。那也就是说，除了我们刚刚讲的介质有位置有问题之外，那另外一个也就是希伯来文的部分了。那另外我们讲到说，其实现在已经开始不断外溢了。我们现在看到这张照片，其实是美国驻伊拉克的大使馆那被无人机攻击的照片啊。那但是我们赫然发现啊，原来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的顶楼上面是有雷达的。这个是 Saab 公司的 Giraffe X1 的这个雷达，也就是这种小型的雷达，它150公斤，那它在4公里之内的所有的小型目标，它都可以侦测到。所以美国早就已经预警说，未来在中东它要遇到的问题未必只是弹道飞弹而已。可能他要遇到的是更多的这个无人机。那现在是不是已经变成一种不对称的战争呢？是啊，为什么我们这么说？我们看到美国的中央司令部它不断的公布，例如说像这一种可以发射鱼雷或者是飞弹的小艇，还有水雷的这种小艇，那它都使用各种的飞弹进行攻击。可是你觉得它的价格是对称的吗？是不对称的。那也就是如此，然后而且呢，它这一种小艇到底有多少艘呢？那当然了，我们来看，如果在战前的话，那其实这个也就是一眼看不完啦。那一眼看不完的时候，但是如果我们最近跟着伊朗的视角来看的话，它其实这同样的这种小艇，它也已经有一部分放在它的一个地下掩体里面，而且我们看到这个圆圆的，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水雷啊。那但是我们没有看到我们之前讲到那种 AI 的电动水雷啊。那个我们接下来讲说啊，为什么这一场战争其实也等于就是俄乌战争的一个遗绪，也就是当时不注重俄乌战争战场的一个形态的改变的国家，现在就在吃大亏，那个就是美国。他一直认为这种精准武器很好用，但是精准武器实际上来讲非常昂贵。那现在为什么他在中东打得那么准？是因为他也没办法反击。我们看一下啊，有关于这一个沙烏地阿拉伯他们对于现在这场战争的看法是什么？是美国把所有的飞弹通通集中在以色列。为什么集中在以色列？其实真正的问题就在于飞弹是有限的。那可是对于这一种无人机，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见证者136，或者是刚刚的那种布雷的，或者是我那种布雷的小艇，它也可以变成一种无人的水面艇，然后直接去撞击，其实那个造成的破坏更大。所以我们讲说，现在的战争如果用以前的装备的话，其实可能就要吃大亏了。好，中东的火药味越来越浓厚。今天持续要来关心到的是伊朗它的700枚的飞弹，3600架的无人机狂轰哦。那么美军的战损的部分，等一下我们会帮观众朋友一起做整理，包括了7架的加油机受损之外，战损现在真的是狂飙。纳坦雅胡的部分，今天也会来关心是不是遭到斩首了呢？因为人消失了好一阵子了，今天会一起来做关心。我们先来看到刚刚特别提到了嘛，这个伊朗它出了一个最新的攻势，也就是针对以色列又狂轰了700枚的飞弹，3600架无人机哦，朝着以色
色列发动。那么我们来看到，目前呢，美军在中东多个军事基地，还有它的资产跟以色列内部的战略设施都是受损的。这个是在它的伊朗的打击范围内。赶快来看到目前的最新数字损伤，来自于伊朗的说法，美国跟以色列部队的死伤人数已经达到了伊朗估计5000人这么高。但是我们来看到美国国防部最新给的数字是13名的美军士兵阵亡，140名的士兵受伤，当中8个人是伤势最为严重的。这个是在这个军人的损伤。那么我们来看到军事武器上面也有哪些的损伤呢？主要的都是这些美军的核心的战略装备，现在开始出现了重大的损失。首先我们要来看到的是一架的 KC-135空中加油机在伊拉克的西部坠毁，机上6人全部丧生。另外一个就是在沙烏地阿拉伯的空军基地了，5架的美军空中加油机一样是遭到攻击之后受损。以色列呢？以色列方面也撑不住了，原因就是因为真主党对以色列狂轰，总共是200枚的火箭，20架的无人机。那么，伊朗革命卫队甚至说，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还活着，维持继续追捕，并且会杀死他。但是现在有关于纳坦雅胡到底人是否已经遭到斩首的说法不一，因为有各种很奇怪的影片。首先是纳坦雅胡最近公布了一个影片，是说他在这个影片当中呢，出现了6只手指头，所以大家就在看说这个影片是造假的吧？是否是 AI 做成的？再来，今天又有一个最新的影片，是纳坦雅胡他人在一间咖啡厅前面手握着一个咖啡杯，但是呢，他的这个指头上面第4根手指头还有一个戒指，但是在这个画面上拍摄的时候，这个戒指的高度一直不断的移动，所以呢，网友就说这个也是 AI 所制作成的影片吧？还有咖啡厅的时间。现在看起来也都跟不上，对不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好，所以节目一开始，我们先请教委员有关于死伤的。伊朗说美军死伤5000人，美方只承认13死140伤，数字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落差？再来就是美军的空军的加油机近期频频的受挫，代表伊朗找出美军的最弱点了吗？委员怎么看？从俄乌战争，我们得到一个很有趣的结论哈，敌对双方一定会夸大对方的损失，然后这个隐藏自己的损失，这很正常的哈。那伊朗革命卫队说，美国、以色列的部队死伤人数有5000人，如果包括以色列部队，不晓得，因为以色列也没有提到他哪些部队被攻击到，因为他并没有这个真正的部队进入伊朗，那有损伤应该是在黎巴嫩的这些地面跟部队吧。那美国呢？美国的死伤人数应该不会太多，原因是什么？他找到空城计，大概测的差不多了。只有那2个几个6、7个在伊拉克的傻蛋，听到说，哎呀，无人机来了，嗡嗡嗡那么大响，他还觉得没什么、啊，就被炸了。所以比较特殊的案例哈。那美国有没有死亡那么少？可能也不会那么少哦。但是你现在根本无法去查证。但是这个不影响双方面的战力，这一点不影响，完全不影响哈。那你说美国的中东的军事基地，这个被炸，那个被炸，好像军事资产赔很多，这一点钱对美国还 OK 啦。但是以色列的战略的设施到底损失多少，并没有可验证的资料哈。所以我们可能再看一下。那美军啊，有所谓的6架受损，1架受损，对美国是没有影响。大家可能不晓得，美国的空中加油机有多少？560架，所以这一点对美国还不构成为难，因为全世界哈，这个空中加油机现在看起来，美国有560架，中国有30架，俄罗斯20架，日本10架，大概这样的比例，所以7架还好，就是那其他的所谓的真主党啦，等等啦，这个。这纳坦雅胡有没有活着或有没有死，我不太确定。不过纳坦雅胡也应该准备去当无缝啊，比较实际啊。我这样讲川普、纳坦雅胡啊，跟那个伊朗的领导人，不管哪一个，都是疯子，都是疯子。那既然疯子跟疯子打架，我们就看热闹就好了。好，这是有关于纳坦雅胡至今到底他的生死，杨老师又如何看？那另外就是川普也放话，他说伊朗的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可能已经死了。现在看起来好像双方已经进入到心理战了吗？杨老师怎么看？
我有战争的时候，这种心理战或者是宣传战，这也是战争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嘛，哈，影响士气啊，影响国际上的支持啊、判断啊，最重要，它也影响股市跟投资嘛，因为这个战争它又牵扯到的是石油跟经济。当然，我们现在看到在西方社会哈，美国大概在这种宣传跟我们讲 propaganda 或者是 narrative 哈，一个是比较听起来负面一点，另外一个是一种论述的建构。美国似乎已经不是完全主导了，也就是说，他自己对于战争的这种叙事哈，大概他的盟邦国家已经不太买单了。他自己内部其实也是分裂的，不太买川普的这个说法。因此，就有《纽约时报》这一篇文章，它的标题就叫“这个战争是一个人的战争，不是川普的战争，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战争”。内塔尼亚胡10月7号要进行选举，在战争发生之前，2月份的时候，连续的民调其实对他的这个政党维持的就是多数哈，并不利。那因此你就看到2024年的时候，连续2次他想要引拜登政府进来帮以色列去打伊朗，他没有成功。那个一次是在叙利亚打伊朗大使馆，另外一次是在德黑兰暗杀哈马斯的领袖。可是你看，去年到现在，他2次哈成功的引导川普介入跟伊朗的战争，而且等于是直接攻打。去年还好，只是打所谓的核子武器，打完这就停下来，好像还言之有物。那但是呢，今年其实这种斩首到现在，他已经不知道他的战略目标是什么。因此，我们现在看到，双方都对这个领袖哈，在做一种所谓生死的这种猜测。这也可能在战争当中的的确确是有受伤。那个影片呢，我也看了一些报道，的的确确有一些很应该被质疑的哈，真的是前后不太符合。而且影片他那个6根手指头很明显，所以他后来在数手指头是告诉你，我手指头很清楚啊，可是呢，他那个戒指又不断的变动。不过那个可能是拍摄角度有各种的说法，所以你就看现在已经变成宣传战、心理战了。变成就是在主导这个至少社群网站上面的一个讨论的话题。可是它会不会影响到真正地面跟这个空中的轰炸呢？那我觉得其实它的影响是有限。最后还是会回到这个战争要怎么去进行。这个是川普他最新又在对外喊话说美国赢了，但是呢，我们来看到数字并不是这样说话的。我们来看到这是来自于这个伊拉克的武装团体伊斯兰抵抗组织特别公布了美军的最新伤亡数字。他说对美军基地进行了31次的袭击，最新数字再添13名美军阵亡，数十人受伤。除了这个消息之外，我们还收到了一个最新消息，是在伊朗1日的时候清晨对美军驻科威特基地发动了这一场无人机袭击，伤亡程度远超过先前公布的资讯。除了造成6名美军的殉职之外，还有数十人也遭到了重挫，伤势非常的严重，包括了脑部的创伤、灼伤，还有炮弹炸开瞬间造成的破片伤，至少1名士兵可能面临截肢，这是我们收到的最新消息。而另外一方面，我们来看到伊朗持续的展开行动，真实承诺4已经好几回合了，数十回合。现在最新的一次是在1日这一天，飞弹跟无人机持续的锁定美军在中东的军事设施，使用的是4款他们的飞弹，全部一起出马了。这当中包括了霍拉姆沙赫尔、加德尔系列、埃马德中程跟海巴尔高超音速导弹等等。纽约时报最新的报道说，这一次的攻击从卫星图像来看，至少造成了17处美军的设施都遭到破坏，当中知名的包括卡达、乌代德空军基地、科威特萨利姆空军基地等等。伊朗现在甚至改变战术了，他们避开了美军最强防御区域，开始改攻的是他们的后勤设施、雷达跟补给节点，用不对称战术，逐渐要来慢慢的削弱美军的军力。川普这时候喊说赢了，伤亡数字却不断的暴增，川普还说胜利了，那胜利的点在哪里？将军怎么看？第一个军事作战，如果要说赢的话，最起码要有2个目标。第一个，按照西方兵圣克劳塞维兹所讲的，要屈服敌人的战斗意志。我们看第2次世界大战，包括日本的无条件投降，还有德国的战败投降，都是接受同盟国的条约，屈服他们的战斗意志。
第二个，你要达到你的战略目标啊，才能够说是你赢了。那这次美国发动这场战争，很明显的，我认为它的战略目标哈，第一个就是要推翻伊朗的神权政体，建立一个亲美的政权。那第二个来讲，就是要伊朗去除它的这种长程的战略导弹哈，或者是它的这个核武设施哈。但是我们看到啊，这两个战略目标啊，美国到现在虽然说花了很多的武器，可是也没有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达到。那为什么川普在礼拜一的时候他就说这场战争已经结束了？但是礼拜二哈，我们看到伊朗加大力度，又再一次的打击。那今天啊，川普又冒出这句话，说我已经打到我该打的目标了哈，我该攻击的都已经攻击了，消灭差不多，打了这个5000多个目标。那这场战争大概已经快收尾了。我认为川普会讲出这种话，所谓川普的赢学，大概不外几个原因。第一个，他认为自己这个美军的伤亡对他造成很大的影响，因为美军的伤亡其实对美国来讲会影响到整个这个民心士气甚至于会激发起反战的情绪。我们从越战还有这个阿富汗战争都可以看得到这个毕竟川普是民选的总统，他之后还要面对其中的选举。那如果说是过多的美军伤亡引起美国老百姓的反战的情绪来讲的话，当然不利于他这个其中选举这是他国内的因素。那国外的因素来讲的话，我们都知道这个近期因为荷姆兹海峡被封锁造成全世界的这种这个油价的这种飙涨，还有这个天然气的飙涨那不利于全世界的这种经济。甚至于各国都已经开始要释放出战备储油，不然的话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不要以为说美国自己有产油就可以幸免于外这个油价一涨是全世界的，包括美国民众现在已经感受到这个油价的上涨对他们生活造成压力。那当然对全世界很多的国家尤其是同盟国家更是如此，尤其是海湾这些国家因为战争的关系，让他们的油没办法卖出去。那对于这些同盟，对美国同盟的这些海湾国家，当然经济上会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我觉得这个川普在国际上面也有他的压力。第三个，我认为川普来讲在持续战力来讲的话是不足的因为我们刚开始他可能设定的是一场速战速决借着武力的恫吓胁迫伊朗能够屈服，但是没想到伊朗虽然说被打得很严重，可是一直坚强抵抗到现在，甚至于到今天为止这伊朗还在做，虽然说反击的力道有减弱，可是在量的方面虽然减弱，可是在质的方面来讲，它并没有降低。所以我认为川普他可能因为自己知道长期下去对他是不利的，在这种状况之下，他只能给自己找一个台阶下，说我们赢了。我觉得他讲我们赢了，紧接着下来他就想办法要结束这场战争。好，川普想要赶快的结束这一场战争。那同时纽时也特别指出了说，伊朗现在专攻的就是美军的弱点。那美军的弱点跟川普的弱点，赖老师又怎么看？美军的弱点就是美国的武器，它现在缺稀土，所以它的高昂贵的、高精密的这些武器的制造商，它需要稀土。那我们来看看现在的伊朗的打法，它首先前一段时间的第一波的打法，它基本上消耗的是它旧的液态燃料的这些导弹，可是它用它便宜的旧的液态燃料的导弹搭配无人机，去消耗你美国的昂贵的防空导弹，所以他在前几波的时候，不管是美国或是以色列，它的昂贵的防空导弹基本上被消耗的情况非常的严重。那美国的昂贵的防空导弹，不管是在乌克兰战争已经被消耗一大部分，在前段时间红海，也就是去年，也门的胡塞组织在红海对于美国、以色列、英国的这些油轮的攻击，其实我们也很明显的看到，美国的杜鲁门号的航母，它基本上都已经烧到都黑了，也就是说，它的防空导弹打到都已经没办法再打的一个情况。这代表什么？美国的这个防空导弹是它的很大的弱点。那这些昂贵的导弹被消耗很大一部分的时候，都要挖东墙补西墙，要从韩国的这个萨德系统把这个6个导弹车都拉过去，那就是代表什么？代表美国它基本上来讲已经这赶不上，就是生产制造赶不上所消耗的能量。这第一个它的弱点就出来了。接着你看到的是它开始用无人机
去要把中东地区的这些已经花了几十年，花了不知道多少个千亿的钱所打造出来的这种金融中心、交通运输国际枢纽中心，还有就是未来的数位发展中心、AI 中心的这些阿拉伯海湾国家，全部要引入战争。而伊朗吃定的就是这些海湾国家不可能跟伊朗发生交战，因为他们很明显的知道这不是属于他们的战争，而他们如果帮美国或是以色列，特别是以色列来帮以色列打这场跟伊朗的战争，这显得更荒唐、滑稽、可笑。所以他们不可能在被挨打的情形下，他们也反制的跟伊朗变成交战。为什么？迟早美国他撤走了以后，那这个就是他们要面对的是一个跟9000多万人的战争，他们也不能这样打。这个对川普来说，这也是他的弱点。为什么？因为中东国家这些富有的国家的经济、财政、金融跟美国的华尔街的经济、财政、金融是交织在一起的。那当中东的国家在这方面受到伤害的时候，对于美国的本土的金融的这些基金，他们也都会受到伤害。这个是金主上的一个伤害，所以我觉得金主就会影响到川普本身所获得的这个竞选的经费。你想这样的一个情形下，最后一个就是对美军来讲，它最大的弱点，您刚刚一开始已经有讲了，它最大的弱点就是打瞎你、打聋你，让你看不见、听不到。那这个部分里面，美国的军队因为并不是出动地面部队，所以它的海军、空军都是要有基地作为定点的。那你看，伊朗就专门打你定点，那专门打你定点，那这个对美国来说的话，也是不是很其扰的。也就是为什么它的伤亡人数会一直不断的增加。我想这个美国的弱点，事实上被伊朗看得很清楚，伊朗就专门打你美国弱点打。好，我们看到现在美国面临各方的压力，那川普想要停战，但是呢，以色列现在又最新宣布了，是不是以色列不想停呢？因为他说将投入数百亿美元的预算要来持续打伊朗。那美国现在也有最新的动作，最敏感的时刻，他派出称为叫做末日飞机的16B 空中指挥机前往中东，要维持核指挥的系统。两件事情，第一个是战争是否走向核危机，那还有这个末日飞机透露了什么讯号？第二件事情，川普会不会自己先撤，丢下以色列？委员怎么看？美国有4架末日飞机啊，2架16B， 另外2架14B。14B 的叫 Night Watch， 我们翻译成夜视。那这个16B 啊，它的名字叫 Mercury， 就水银号。那水银号啊，这个不是前往中东啊，飞行方向好像是中东，没有到中东去哈，因为中东没有任何基地或机场出现它的影子，它只是起飞的时候被拍到。那这一款这个空中的末日飞机啊，是核战用的。可是在美国有一个制度性，就是说只要有这个战斗机啊，超过100架作战，不管在哪个地方，他就会把这个末日飞机拿来演习一下啊，平常训练一下哈。所以这只是一个例行性的演习，并没有表示说美国真的要在中东动用核子武器，没有。因为正确的说来讲的话，哈，全世界的战略大师只有一个人，叫普丁，其他人都只能够帮他端盘子、提鞋子，而川普可能连提鞋子都不够。你看普丁一开始就怎么做？一开始就说：“哦，你敢介入的话，我就动用核子武器。”啊，所以他的末日飞机也起飞啊，就演习给你看，核演习给你看啊。北约国家跟美国都吓死了，不敢赌。不敢赌的原因是不敢为乌克兰赌，正确的来讲这样子啊，乌克兰还没有重要到要去赌核子武器的地步。一样道理啊，你这一场中东战争不可能升级到核战嘛。虽然前段时间这个我跟厉将军有同样忧虑，美国没事干嘛？旁边周边国家全部撤退啊，你到底干嘛啊？他连埃及的都撤，对，连埃及都撤啊，这个显然太不平常了。可是后来我看一看，他完全没有这方面的部署跟动作啊。那你没有要动用核子武器的话，你就没有谈判的筹码。普丁会不会真的打，没有人知道。他就跟你摆出一个架势，你就不得不就这个事情进入考虑。那美国这个末日飞机没有飞到中东，而且它没有任何这个核弹演习，所以伊朗不必把它列为一种战略选项，说你会用核弹来威胁我，或用核弹来攻击我。因为要用核弹攻击，表示美国要彻底灭亡伊朗，
但是不可能。而目前的国际局势，大概他也不会这么做，这个赌太大了，不至于哈。虽然伊朗伊朗人很骄傲，可是不要伊朗人被人家灭国过2次，一次被阿拉伯，一次被蒙古啊，这彻底被灭国哈。因为他的地方实在是太特殊了哈。但是你说川普受不了国内压力，会把以色列丢在战场上，也不会啦。就是第一个问题说，川普不管什么国内经济压力他如果把荷姆兹海峡的控制权丢给伊朗的话，他共和党别选了。对，因为美国不管民主党、共和党所有的总统共同的政策就是要控制伊朗在中东不可以称霸。那伊朗如果控制了荷姆兹海峡，就会中东称霸啊，这个循环的一个过程哈。所以这个美国现在最新消息说，他要占领荷姆兹海峡，就跟后原先预判的一样哈。会不会真的占领我不知道啊，但是他也开始起心动念要占领荷姆兹海峡了哈。那接下来就看本事啊，因为我觉得川普他不是一个战略大师，像普丁这种，我愿意死多少人来达成什么战略目标。他这是一个小生意人。我今天有6个人呢，我死了13个人呢，在一场大战里面，这13个人算什么零头啊？你普丁会算这种东西吗？不会的啊，所以这是个小生意人哦。那现在在美国要达成的战略目标，他自己也不太清楚啊。他只要举个例子。美国当年的他的总统下令轰炸南斯拉夫是炸78天，硬是把南斯拉夫政府炸垮。所以有人讲说一定要派兵，其实不是，那是伊拉克跟那个阿富汗的例子。还有另外一个例子更经典，利比亚2011年轰炸几天，220天，硬是把格达费给打垮。因为你如果没有这么久这么大量的轰炸，利比亚轰炸次数多少？9700次，动员25000次。那轰炸结果呢？其他的反对势力才敢起来推翻他。那你今天靠伊朗国防军来推翻，你才炸个几天？哎，算了，这种叫小生意人的算盘哦。所以川普根本不是那种美国历史上那种有战略眼光的总统，比普丁差太远了。好，那另外一方面，难道现在是伊朗主要在掌握目前的战场节奏吗？因为最新他也提出了3个停战的条件，是终于提出来了。除了提出3个停战条件之外，他是否在暗中暗示说这背后还有中俄在帮助他呢？因为呢，伊朗总统最新对外宣告说，他有跟俄罗斯，还有另外一个是中国大陆的。关系密切的巴基斯坦通话，那他也提出了3个停战条件，包括第一个要承认伊朗它的合法的权利，第2个美国跟以色列你要支付赔偿金，最后一个是国际社会要提供安全的保障。所以现在目前战场看起来，难道是伊朗在主导吗？这背后伊朗它是否在暗示有中俄的力量在这后面？杨老师怎么看？这个战争，川普当然还是强调是他决定嘛哈。但他决定之前，他可能会跟以色列商量，那然后呢，也大概会跟他的金主，也就是要看那个油价或者是股市的线的变化，然后呢，同时他当然也要看伊朗这边跟美国的对抗达到了什么程度，所以你说最后还是谁决定呢？如果真的还是川普决定的话，但是真正影响他的还是伊朗、油价，还有以色列。以色列现在看起来很强硬哦，又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所以绝对不愿意退让。尤其内塔尼亚胡还跟他的自己本身政权的稳定跟维护有关系。那伊朗现在提出就是佩泽斯基安这总统提出来3个，就简单的说，他就是要你道歉，赔偿，保证。美国怎么可能做得到？所以我觉得短期内根本不可能会有那种美国跟伊朗在谈判桌面前坐下来的这种机会。那伊朗现在也强调，我就是跟你打这个不对称的消耗战。对。那什么叫不对称？它不只是武器的不对称，它也在地缘跟地理上的不对称。武器指的是它就是透过它的无人机跟弹道飞弹，不只是针对以色列美军基地、海湾各国呢，尤其是在威胁荷姆兹海峡。那地理上呢，就是荷姆兹海峡的这个地缘位置，最短最窄的地方只有33公里，那另外一边全部都是伊朗，所以呢，昨天有4艘，就是一直到今天为止，有英国、日本、赖比瑞亚
等国的这些油人泰国就被炸。对，那泰国的那艘油轮还烧起来，那个照片传遍全球，所以今天你看到油价、股价就开始在波动，所以大概，然后呢 ，IEA 就是要求大家就释放这个战备储油，美国已经释放了4成，1.7亿桶，大概都可以维持1个月到1个半月，所以我们现在看战争哦，看就是3月底以前，那如果3月底以后还在持续，那这个事情就会变得更严重，因为就要释放更多的战备储油。那这个时候呢，油价的变化以及以色列的压力，以色列持续还会有被轰炸的压力，对川普就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至于中俄有没有影响，我觉得到现在为止，都没有任何的媒体报道，就是显现出中国大陆有提供援助。可是俄罗斯可能在开战的时候或者过程当中有提供一些这个定位啊，以及在这个某一些上面的支持。你看到俄罗斯的总统普丁已经跟裴泽斯基安有通电话。那这样子的一个想要去重回这个地缘政治的影响，这个当然是普丁当中打的盘算。在这一场美伊的战争当中，大家就在看说，为什么伊朗在近期它的打击的力道，还有它的精准度，为什么特别的高？现在有一个说法，是不是主要就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北斗卫星在这个战场上面发威了呢？所以伊朗能够精准的命中许多的美军基地。另外一方面，我们来看到穆吉塔巴也就是这个伊朗最高领袖，现在也发文说要号召圣战，还联手谁呢？真主党来一起打残以色列的铁穹，被真主党给打破了他的神话。我们等一下一起来特别做关心3个火箭话题，我们等一下也请来宾帮我们特别做解答的。伊朗再发动了另外一轮的真实承诺，这一次呢精准的狂轰了美军基地，是不是跟中国大陆的北斗卫星有关系？来自于伊朗的说法说，美军的中东据点有70%都已经沦陷了，真实性如何呢？再来第2点，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黎巴嫩真主党，他只靠了火箭弹就打破了以色列的铁穹神话，还不是使用伊朗的这些高超音速导弹哦。为什么以色列这一次真的挡不住来自于黎巴嫩真主党的这一些火箭弹的饱和攻击呢？最后，我们今天会来关心到的是，大家就在看说穆吉塔巴已经消失好一阵子了，突然间在社群媒体上发文，但是他还是没有现身的，是真的受伤了，还是战略上面一个做表态呢？他是想要吓美国跟以色列，还是趁机做内部的动员？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我们先来看到伊朗的精准打击哦，这一次真的是打中了许多的美国在中东的基地，这当中包括了在卡达乌代德基地等等，还有苏丹王子空军基地。都是伊朗的目标。他们说7成的美军中东基地都已经受到了摧毁。北斗卫星真的有助攻吗？我们要知道的事情是在使用北斗卫星之前，伊朗在去年对上美国的12日战争的时候，当时还是用美国的 GPS 的，但是没有想到在战场上面受到美国的干扰哦，所以他现在决定要全面转向使用北斗卫星了。那现在我们也来看看北斗卫星跟 GPS 的比较，为什么现在伊朗反而比较喜欢北斗卫星？先来看到它的数量，北斗卫星有45颗 ，GPS 只有24颗，其实在精准度上，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出差异了。北斗卫星的精准度是3.6到5公尺，那么 GPS 则是5到10公尺，所以北斗卫星的精准度还是比较高的。再来，北斗卫星是3种轨道的混合，但 GPS 只有1种轨道的混合。特别请教将军怎么看这个伊朗改用了北斗卫星，对于它战力的提升到底有多大程度的影响？当然这是很明显的，伊朗的不管它的无人机或者是它的导弹，它的导航其实道理都是要用这个卫星来做导航先输入它要攻击的目标坐标，然后借着卫星来做导航。因为以伊朗现在的军事能力，它可能没有办法做遥控，包括它的现任的无人机都是这样。所以它一开始输入一个目标以后，借着卫星导航，它自己飞机就去攻击你给它定的那个目标点，它在做这个攻击。那为什么这次的北斗卫星它会比 GPS 要好用，更好用？第一个，它的不容易会被干扰到，这个很巧妙。你知道为什么北斗这个 GPS 美国没办法去干扰北斗卫星嘛？那反而其他的大家都可以去干扰这个 GPS， 反而美国不可以去干扰北斗，因为他们所用的屏幕那个 GPS 先
发展出来嘛，所以他用了很多的频宽，几乎他都占满了。那北斗只能用从中间的，他没有用到剩下的频宽，由北斗来用，所以北斗变成在利用这些频宽剩余的空间价值。但是没想到这反而造成北斗不容易被干扰的因素，因为你如果说是要去 GPS， 你要去干扰北斗的话，你连 GPS 自己都会被干扰到，所以说美国没办法去干扰北斗，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北斗当然它的卫星颗数比较多，45颗哈，然后 GPS 24颗。我觉得还有最大一个因素哈，是这个北斗的授时更为精准哈，只有大概10纳秒。什么10纳秒呢？这个就是说其实哈，卫星定位很重要一个因素哈，是授时精不精准哈。1纳秒等于10的负9次方秒，你看那个多精准哈。那我用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来跟大家讲，假如说我们以前古时候，你知道他们这个船员航行的时候，怎么样来定位它的这种经纬度嘛？就是说，比如早上6点钟太阳出生的时候，我拿一个时钟，哦，现在6点钟太阳出上来，那我开始向东航行。当我航行到某一个地点，一看，5点钟的时候太阳升上来，这时候我就知道我在经纬度几度，是吧？它是用这种方式。那所谓的这个授时，就是依据这个，你知道地球自转1秒钟转了480几公尺。这种转的速度之下，你如果说是就从伊朗发射一颗导弹要打2000公里之外的以色列来讲的话，你不是说是定位的问题，你是这个时间你要算进去，自转的时间你要算进去。那北斗它会把这个授时的非常的准确，它甚至比 GPS 还准哈，所以它可以很精准的在某一个等于说是纳秒等级纳米的纳哈，不是奈米，比奈米还小一级，纳秒等级。所以我觉得北斗因为有以上几种优势，第一个它的这种卫星数目比较多，第二个它授时的会比较精确，那第三个在这种状况下，它避免掉很多的干扰。当然这一次很明显的，伊朗它就转用北斗系统来作为它不管是它的导弹，或者是它无人机来作为它定位的一个这种工具了哈，所以才可以那么精准的对远到以色列2000公里之外目标做一个精准的打击哈，甚至于那短的来讲的话，它的无人机打200公里之外，美军在波湾基地的27个基地，它也可以做精准打击。我觉得是跟使用北斗绝对密切脱离不了关系。好，这一场战争，后来这个伊朗是特别选用了北斗卫星来打哦，所以现在得力于北斗卫星做了一个精准打击。其实呢，除了北斗卫星在这场战争上面对于中国大陆的北斗卫星对于伊朗有所帮助之外，还有实际的战力，现在是得力于黎巴嫩真主党。我们要来看到伊朗加上黎巴嫩真主党哦，开始对以色列展开大规模的饱和攻击，发动了飞弹、火箭弹跟无人机。那真主党他出动的弹海战术是怎么做的呢？也就是在11号这一天的夜晚，特别发射了超过100枚的火箭弹，结果没有想到这个以色列的铁穹就破功了，拦截率只有50%，甚至传出以色列的海军特种作战的总部遭受猛烈的攻击之后重挫。那初步统计现在也有死伤哦，7个人死亡跟21个人受伤，数字当然都还在持续的统计当中。穆吉塔巴这时候说了，会跟美以奋斗到底，报复到底。再来，以色列则是说呢，这个是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这个时候他出来说了，他说会对穆吉塔巴等人再度的发起斩首。不过他也坦言，要推翻伊朗政权的目的可能无法达成。我们先来看到伊朗联手真主党为何可以打破以色列的铁穹，而且呢，拦截率只剩下50%。张将军怎么看？我认为这是不对称作战，因为这个黎巴嫩的。我们讲的火箭炮、火箭弹呢，大概1枚大概30万台币。那一个铁穹是150万，你拿150万去打这个30万的，你看看所以你还不能拿1枚来拦截嘞。有人说拿2枚或者3枚来拦截它，因为怕它有漏网之鱼。你要知道全垒打王啊，全垒打王，你看那个所有棒球的全垒打王最厉害的，经常被3振，所以你不一定拦截得到那你这样子看，他30万的，你拿150万乘以3，450万去打这个30万。以色列就是我们讲到的，就是不对称作战。以色列付得起这个钱，但是问题是代价太高。他拿那个一个就好像你一个破烂车，结果你拿的是1000万豪车，2个去对撞，他破烂车反正他也不要了，但是你的1000万豪车没了，你要不要这样赌？所以他们打的是不对称作战。以色列应该搞清楚，这是不对称作战。
还花了火箭，你还不能不拦截，不拦截真打进去死了人，这个找谁？那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大量的打火箭弹，黎巴嫩真主党大量消耗以色列的铁穹。当然，以色列会不会用爱国者？不会，太贵了。也会用剑2跟剑3的反弹飞弹，也不会。会用大卫投石所也贵，最便宜是铁穹，那就拿铁穹来拦。但铁穹也贵啊，一枚铁穹也是150万啊，是这个样啊。因为拦截就是贵。是。然后我们看伊朗，伊朗是怎么样？为什么叫黎巴嫩真主党一定要动？这就叫战略牵制，不然让以色列一直打我，我受不了，你去牵制他，就对他发射火箭弹，对这个以色列，就是以黎边境啊，黎巴嫩跟以色列边境，你就是发射就对了，反正你便宜。你越发射啊，以色列越亏，而且以色列的这些防空警报发放，一定要发放啊！你不发放，万一打死人怎么办？他就马上就地避难，是要这个样。所以今天这个伊朗被打，他一定会动用这个黎巴嫩真主党跟在南边的红海南端的我们讲也门的胡塞组织，这2个一定会动。只是说因为胡塞组织因为没有船经过，又有船经过的话，他又拿翘了，是这样。然后我们来看呢，那这个。以色列的这个铁穹系统啊，消耗会很快，问题出在这个地方，但是补充很慢。你要做飞弹，做这些的飞弹没有那么快的，那你就是暂时消耗很快，跟美国的目前状况一样，赶快调拨这个爱国者飞弹从韩国，为什么消耗好快啊？我自己不够，赶快调拨啦。以色列会遇到这个状况，只是以色列不能讲，因为一讲的话，整个以色列的心防会崩溃，不能说，反正尽量拦截就对了，因为不知道能够打到什么时候。这个战略牵制跟这个洗脑会发生一些功夫，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可以撑得住，但是问题代价太高。它的这些高价的设施会被摧毁，它的高科技会被高科技的设施，甚至呢我们知道雅虎啊，这个亚马逊啊，或者是个 Google 啊这些相关的，也会这种高价的这些科技单位也会被这个黎巴嫩或者是伊朗做一个反制报复的一个目标。这以色列都要冒这个风险。好，伊朗的反制动作采这个不对称的作战。那穆吉塔巴为什么又趁势的在这个时候特别发文？因为消失了好一阵子嘛，又特别发文。老师怎么看？这个穆吉塔巴啊，目前为止我可以跟大家保证啊，他是基本上是安全的，曾经受到过攻击，但是没有受伤。因为这个纳坦雅胡说的嘛，他可能要对他进行再次的斩首嘛。对，所以这个大家可以搞得清楚。那在 X 平台上发表到他用一个蓝色的标记注明它是真实的嘛。但是的话呢，他不会轻易的露面，但是他要讲出他的原则。但是他什么呢？我今天看了以后呢，他就是有2张照片嘛，一张照片的话是他在上面，后面是金光万照，然后底下是他爸爸嘛，大家不要忘了，这个就是什叶派就是大阿亚图拉的继承嘛。原来这个什叶派是不流行这个父业子承的。但是现在的情况没办法，他是最想复仇的人嘛，的国仇家恨，他家人被干掉8个人了，所以他心里会觉得说非常难过。只要他有出来讲话的话，那个川普跟这个纳坦雅胡都非常讨厌他，因为这个觉得伊朗这个印查麻烦的搞不定了。那另外一张图片的话呢，刚好就是赫梅尼这个他爸爸哈梅内伊还有这个穆杰塔巴3个人排在一起嘛。这个对于这个伊斯兰教来讲的话呢，赫梅尼就是神嘛，他爸爸应该离神也不远。那他现在继承神的位置，所以构成要强调内部的团结但是不能够露馅呢。一露馅的话呢，因为我告诉大家，以色列那个摩萨德为什么在伊朗特别厉害？大家要搞清楚我查了一下，1948年的时候，以色列建国的时候，有1/3犹太人从伊朗回去的。哎呀，全世界的犹太人很多中国人河南开封有犹太人呢，我都搞不清楚。我在看网络的时候，发现开封的犹太人很爱以色列那莫名其妙，过了1000多年了，他们很爱以色列，戴那个小帽子在里面祷告什么的。那这个说明了一件事情这个以色列的间谍特别厉害，就算你现在长得一模一样，对不对？搞不好还当将军呢。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以色列摩萨德当然厉害，所以说伊朗就必须要小心一点了，对不对？然后这一阵子的话呢，难得。但是他这个儿子就是这个穆杰塔巴，他宣布此次为圣战，对那这个就没有回转的道路了伊朗来讲的话呢，鱼死网破。所以你刚刚问的很多问题
就是说那个一个不要命的，那个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他就跟你打到死活为止啊！就我就是不活了。我记得啊，这个伊朗现在打这种战争，有一点点像我们原来抗战的时候，突然激起全民抗战意志的时候，一寸山河一寸土的那种感觉，那种气势慢慢出来。虽然伊朗比起咱们这个命运比起来，我们这个中国人命运算是好很多，但是他目前面对的一个亡国灭种的一个压力，它确实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说有这个领袖啊，这个叫做穆杰塔巴，就是要引导这个伊朗的发展。我们先来看到这个穆吉塔巴，伊朗的最高领袖，他这样说的，绝对不会放弃为烈士做复仇的。包括了除了穆吉塔巴出来说话之外，还有他们的什叶派最高的宗教权威就是大阿亚图拉了，也呼吁国家要一起团结来抵抗。而我们看到这一场战火在空袭之下，美国跟以色列的空袭之下，已经造成了他们很多很重要的一些历史文物受到强烈的轰炸。包括了14柱宫，还有阿里卡普宫等等，还有他们的世界文化遗产。伊朗学者是这样痛批的，他说摧毁他们就是抹除我们的记忆。纽约时报也这样做的评论。伊朗的民众看到这一些的文物被轰炸，他们的愤怒已经到达了临界点，疑似是在蓄意认为他美以的动作疑似是在蓄意摧毁波斯文明的身份的认同。苑老师怎么看？会不会在这个穆吉塔巴跟他们的重要的最高宗教领袖的这个号召之下，激起伊朗前所未有的一个民族团结？接下来的报复规模，尤其圣战，有没有可能更猛烈？老师怎么看？我觉得一个9000万人的国家的话呢，由他们最高的这个大阿亚图拉啊，就是穆吉塔巴里面宣布这个圣战啊，这个力量真的不容小觑，而且这个我觉得这个川普根本没有想到。那现在的话呢，我跟大家可能会讲的40柱宫啦，或是这个阿里卡普宫啦，古列斯坦宫啊。大家可以在网络上里面找到照片，就可以说是那个整个是波斯文明最重要，17世纪以来最重要的。那好有一种比方啊，就是说如果我们在这个北平的故宫完全被炸平，或者说是我们山东啊的曲阜当中的孔庙、孔林跟这个孔府啊，通通被炸平的时候啊，那对中国人来讲的话呢，基本上的信念都完全没了。那就等于是说，这不单纯的是这个灭种而已啊！你这是消灭的文化，抹去我的文化记忆啊！那我觉得这种的话呢，最可怕，尤其可怕的话呢，目前这个伊朗面对的，它有3种情况是极其可怕的。首先，第一个这个穆吉塔巴的话呢，他所面对的是这个家恨跟国仇啊，都放在一起。所以他宣布圣战，他是最重要的一个复仇的代表人物，对不对？然后第二点的话呢，就是这个伊朗发觉说，原来你要搞死我，你把我所有的文明中得意的部分，因为大家要了解啊，波斯文明是个3000年的文明啊。我们的哲学史的话呢，就是从这个大家都知道，常常在讲修昔底德陷阱啊，就是佩洛奔尼撒战争，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雅典跟斯巴达的话呢，他们共同的敌人就是波斯民族啊，就是亚历山大大帝的时候所面对的波斯征服，所以说。整个哲学的发展、历史的发展、西方历史的发展，都跟这个伊朗今天的伊朗，也就是当年的波斯是完全在一起。然后第3点的话呢，全世界的人只要有一点正义感，都会发觉美国这种国家哪有资格当泱泱大国，根本就是偷袭骗杀。那这样子的情况下来讲的话呢，我觉得这一次有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现象啊，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美国从来也不好意思找盟邦来支持，那盟邦也不会来支持。美国有很多盟邦啊，对不对？原来的话，每一次打仗，我看了都在联合国还假惺惺的表决一下，然后派出联军。那现在都没有了，就美国自己一个独立作战。你认为美国独立搞这样的，国内就乱七八糟啊？那国外的话呢，就认为是根本就不正义。我们哲学里面讲说，孟子说打仗还有义战。义战的话呢，对于鼓动士气非常有帮助啊，对不对？那你现在的话呢，这场战争不正不义，所以我们刚刚才出现那种福特舰动不动就失火啊，厕所不通啊，这个小问题构成一个大非常非常严肃的一个发展，有人反对嘛？美国这种做法有人反对嘛？好，这个是美以针对于这个伊朗他们的文化遗产的攻击，掀起了伊朗内部非常大的一个民族团结的一个士气哦。也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境之下，伊朗持续的轰炸，他现在锁定的下一个目标来自于 CNN 的说法，就是在中东波斯湾国家的海水淡化设施了。画面上我们请导播 take 这些所有的国家，包括沙烏地啊、阿曼啊、科威特、阿联酋等等，都是依靠这一些海水淡化的。那么如果真的被这个摧毁的话，就会直接升级成民生浩劫。将军怎么看？
我就补充一下哈，其实我们军人打仗有一些东西是不打的。第一个，比如说医院你是不能打的，救护兵你是不能杀的，所以他们医疗救护车上面都画着大大一个十字，那不是给敌人的狙击枪瞄准，那是告诉你说我这是救护车，你不能打。这是这个国际有相关的公约哈。是。另外还有一个不打的就是文化不打。你知道2次世界大战里面，你看巴黎打了没有？没有打哦。这个巴黎他们就整个城市，当然法国知道也打不过了，他宁可保存他的文化，他整个撤出来。然后这个我们跟这个北平也是一样，傅作义那时候就不打，就直接撤出来，那是为了保存文化哈。所以有时候我开玩笑讲说，如果两个之间开战，什么地方最安全？你知道？故宫最安全，故宫最安全哈。对，因为两岸之间大概不会。那伊朗、以色列这时候居然去打人家伊朗的古迹，这是非常非常恶劣，就彻底，这已经不是说这个只是一个军事上的冲突，整个彻底要将这个所谓伊朗的文明将它消灭掉，因为这可能牵涉到彼此之间宗教的仇恨，所以譬如说是是不是再有十日军第二次的。再一次的东征那种心态，我觉得这东西不可避免，因为他们在这古迹上面，他都拜了蓝色的布嘛，表示我这边是古迹嘛，你不要打嘛，对不对？这是人类的文明嘛。但是伊朗以色列照样炸，可见我认为以色列是故意的，目的就是要消灭这个伊朗的文明哦。那我们讲到这个淡水，其实在这个2003年的那时候，伊拉克入侵科威特。那会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会不会去攻击淡水厂？我觉得可能性很高哦。这不是没有发生过。当初伊拉克去打科威特，最后被美国打败走的时候，他走的时候有多恶劣？他就把所有的石油，要不然一把火烧掉，烧了好几个月。那时候造成你这个全世界来讲的话，石油的危机。第二个，他将这个油倒到波斯湾里面去，造成那个海水淡化厂的这个没办法做海水淡化，你就没办法取得淡水。所以整个科威特90%要用的淡水哈，都必须要用运输来。那我认为这是，如果说你把伊朗哈逼到狗急跳墙，狗急跳墙哈，我觉得他去攻击这些海水淡化厂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因为现在我们看到双方已经杀红了眼嘛，那以色列来讲也扬言要去攻击伊朗的产油设施，然后让你的油没办法卖出去啊，断掉你的国家经济命脉。那你断我经济命脉，我就断你的民生设施，我就将你用水全部这个海水淡化厂打掉。那对伊朗有没有影响？会不会攻击伊朗？我跟各位讲，伊朗还就是它淡水也缺哈，可是它毕竟它是一个内陆国家，它本身有相关的这个海水有相关的淡水设施，比如说它有地下水哈，它有河水哈，它还有相关水可以饮用，所以它不受这个威胁。但是海湾这边国家以前他们都是本来就是在沙漠嘛，它大概在还没有工业化以前，还没有商业化以前。大概水都还够用，大概挖一些井还够用。但是你看看现在我们不管讲杜拜啦，或者是阿联酋啦哈，这些工商发展到这种程度啊，包括石油的提炼，包括到旅游观光业，你看那用水量有多大？那如果说这个水一旦将你这个海水淡化厂攻击掉，第一个受伤最重的可能就是观光产业，你就做不了。第二个当然相关的，包括到科技的产业。包括到石油的产业都会受到很重的打击，因为短期之间你没办法恢复，人没有淡水他就活不下去。所以我觉得，当你这个把伊朗逼到狗急跳墙的时候，他这时候就威胁你，他确实会做这种动作。那当然，如果做到这种情形来讲的话，我觉得战争确实是已经失控了。好，那狗急跳墙的伊朗，那下一步还会有什么呢？其实美国现在也在担心了，会不会引爆的就是在全球多国，包括美国本土被攻击的圣战行动。这是来自于 FBI 特别警告的，伊朗可能会用无人机去打美国西岸，也就是对加州来发动攻击。那现在已经发生在美国当地的事情，包括有校园的枪击、犹太教堂的枪击、美国使馆遇袭，还有雷根机场出现可疑的爆裂物，全美安全的系统现在已经是高度的戒备了。张将军怎么看这些现象？我认为这个是外溢，这是当然这个战争的外溢出来，会影响到社会层面、百姓的层面，还有美国内部的状况。那现在，伊朗已经成功转移，将这一次的战争呢转移到3个方向。那这3个方向是什么？第一个，这是民主的圣战，伊朗9000万人，我们大家这是他要准备对我们这个伊朗实施屠杀，对吧？把那个168个小学生被炸死的都做文宣，
一个那个他的遗体一个包包拉好好的，场面非常的好大而哀戚。这个就是我们讲到的伊朗就成功的转移，这是个心理战的动员，心理的动员，伊朗也在做了。这就是民族的圣战，他把它定位成民族圣战，那让伊朗都团结起来。现在伊朗里面内部几乎已经没有游行示威抗议都没有了，现在大家已经都变成反美的步调去走，这就是定调为民主圣战。第二个什么圣战？宗教圣战。因为全世界穆斯林人口，因为伊朗是穆斯林的，全世界穆斯林人口总共19亿，全世界穆斯林的国家就是以穆斯林为国教的50个，你包含阿拉伯半岛，包含北非，包含东南亚，包含我们的就我们不远的印尼也是穆斯林的，2亿7千万人口也包括了马来西亚也是穆斯林国家全世界穆斯林国家，因为穆斯林回教是全世界人类第2大宗教，基督教完毕就是所以它影响力非常大，它定调为宗教圣战，那不一样。这19亿人口会不会出来？这50个国家会不会出来？都会给美国非常大的压力。那美国压力一大，内部就会有一些东西。那第3个，它定调为文化圣战，因为世界遗产，因为这个伊朗，我们这波斯文明啊，那波斯文明它有很多世界遗产，那现在都要被炸毁。这个就是一个文化圣战啊，大家要起来啊。所以这个伊朗成功的把握作为一个心理的动员，会被美国很多大的压力。那美国外溢成怎么样？它的内部会造成对立，会冲突，会不会有枪击事件？